他被称为军统教父，意外死亡后留下诸多谜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位中国最大特务机构首领的平步青云之路，并揭开他真正的死因之谜。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宝安乡一个富裕家庭中，原名戴春风，字雨农。家中另外2个孩子，姐姐叫戴春凤，弟弟叫戴春榜。母亲蓝月喜找人给他算命，说他命中缺水。4岁时，他的父亲戴世父去世，母亲一直没再改嫁，独自抚养他们兄妹成长。6岁开始读私塾，14岁至江山县利文溪高小读书。他的小学同学里还有一位后来国民党知名人物，名叫毛人凤。民国时期，男人结婚都比较早，15岁那年，戴春风在母亲撮合下与同村的毛秀从结婚。毛秀从比戴春风大2岁，来自当地一个书香门第。17岁时，戴春风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期间因性情顽劣调皮，据说还偷了同学的东西，被学校开除。很快又以第2名的成绩考入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联合师范，但入学不久后又因行为不端和恶作剧戏弄老师被再度开除。他不好意思回家见母亲妻子，便开始在杭州一带四处游荡，期间结识了不少3教9流的人物。戴春风不是读书的材料，但却在捞偏门方面颇有天赋。在赌场打杂时学得一手娴熟赌博技巧，这也为他日后改变命运提供了契机。有个朋友告诉他，浙江陆军医师正在杭州一带征兵，反正你也没事做，不如去军队里混一混，你人机灵，没准真能混出点名堂。戴春风于是就去报名。征兵处的人看他满身是警气，本来不想收他，正逢学兵营营长李想路过，他见戴春风长得英俊，谈吐聪明，而且似乎还读过些书，就收下了他。1918年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不久后，浙一师和浙3师交火，被浙3师打败，戴春风当了俘虏。被虐待了10多天后，浙3师又被国民军队击溃，戴春风趁机逃了出来，继续在宁波一带过起流浪汉的生活。沿街乞讨时遇到了前来寻找他的母亲蓝月喜，母子2人抱头痛哭一番。戴春风跟随母亲回到江山县老家，回家时妻子已经给他生下了儿子戴藏仪。眼看家境一天不如一天，戴春风决定再次出门。这次他选择了到上海滩寻找安身立命的机遇。只是刚到上海举目无亲，更没有关系背景，他过的日子仍然和之前的流浪生活差不多。白天凭着以前学会的赌技混迹于各个赌档，赢了钱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当时蝴蝶已经是当红的电影皇后，戴春风常常坐在幽暗的电影院角落里，痴痴地望着银幕，幻想有朝一日自己飞黄腾达，能迎娶蝴蝶这样的美人。只是对于此时的他来说，一切似乎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有一次，他赌钱赢了不少，就想借机离开。赌局的人当然不肯，正要动手揍他，旁边闪出一人拦住众人，众人马上就住了手。这人对戴春风说：“大哥，这里的人太不讲究了，走，我带你去个讲规矩的场子，赢了钱肯定没人拦你。”戴春风并不知道，这人其实是杜月笙安排在小赌档里的眼线，专门把肥羊带到自己的赌场里来宰。稀里糊涂跟着这人到了杜月笙的赌场，果然几把下来就输个精光。输光了的戴笠不服气，大喊赌场出千。开赌场的人正要群起攻之，有个人从后面走出来，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惨剧。这个人就是当时上海滩3大亨之一的杜月笙。杜月笙早已观察了戴春风好一阵，觉得这人相貌堂堂，而且似乎赌技也不错，便有了纳其为手下的想法。已经在上海滩混了好一阵的戴春风，当然听过杜月笙的大名，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杜月笙的招揽。他比杜月笙小8岁，因此称杜月笙为三哥。其实当时的戴春风在杜月笙眼中只不过是个聪明有潜力可以栽培一下的小兄弟。作为已经成名称霸上海滩的青帮大哥，杜月笙一直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做派，高兴了赏他几个大洋而已，并没把戴春风当回事。所以混了几年后，戴春风仍旧一事无成。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仍然是宝贵的，
因为他在此期间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和蒋介石。1921年的某天，杜月笙在办公室里接待蒋戴2位客人，作为双方引荐人的陈果夫在一旁作陪。戴春风恰巧进门跟杜月笙说是得知戴季陶和蒋介石从广州来到上海筹集革命根据地经费，就主动留下来殷勤地端茶倒水。杜月笙便随手把他介绍给戴蒋2人。戴季陶便问戴春风：小伙子，你现在在做什么？这句话明显只是句普通的寒暄之词而已。他明明在给你们端茶倒水，你说他在做什么？戴春风却很正色地回答：我现在没什么正经事，但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听到熟悉的浙江乡音，戴季陶一笑：那你想做什么样有用的人呢？戴春风平常当然听闻过这些风云人物的一些传闻，于是不无讨好地回答说：我想做陈其美那样的人。蒋介石听到这人是他结义之兄的粉丝，心里很高兴，但身为陈其美侄子的陈果夫在一旁却不高兴了。他不客气地训斥戴春风：小瘪三，你还想当陈其美？陈其美是你当的吗？有人当面训斥自己的小弟，杜月笙应该是觉得对方不给面子，脸色变得有点不好看。蒋介石赶紧在一旁打圆场：果夫，你说话不要这么苛刻嘛，人家能有这个志向总是好的。时间一晃，到了1926年的一天，戴春风攒了点钱，从上海回老家江山县看望母亲妻儿。在县城客栈吃饭时，遇到了小学同学毛人凤。毛人凤打听了一下同学的近况，也觉得他这样混下去没什么指望，便说：我建议你还是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出来以后大小也是个军官，起码以后吃饭就不成问题了。戴春风听说现在黄埔的校长竟然是当年那个帮他解围的蒋先生，就决定去广州投考。与毛人凤告别后回家商量，家人听说他终于肯去做点正经事了，也大为支持。妻子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嫁妆钱都给了他，让他安心去读书，不用操心家里的事。就这样，1926年9月，戴春风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6期的骑兵科，同时改名为戴笠。至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传闻有2个原因：一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而笠是一种雨具，天然与水有联系；二是纪念一同参加入学考试的好友徐亮和王孔安，所以取车立交中的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急，群提灯，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军下，是只交友不讲贵贱的意思。入学后，戴笠始终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信念和处事观也深受其影响。蒋介石曾在不久前的1923年去苏俄考察，回来后一直认为苏维埃政治制度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戴笠自此也从此将代表苏维埃的共产党视为洪水猛兽般的恐怖组织，并深信不疑。入学第2年，他就积极揭发了同学中20多名共产党员，此举得到了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赏识，自此开始有意培养戴笠从事情报工作。1931年9·18事变后，蒋介石被指政策失误丢失东北，压力之下差点被迫下野。四面楚歌之际，戴笠却不离不弃，并且组织了联络组，继续源源不断向蒋介石提供情报。他的忠心不久之后便得到了回报，在此期间，蒋介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保镖兼副官。1932年，蒋介石重返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特务情报组，由戴笠完全领导。同年，在蒋的授意下，戴笠又组建了力行社，又称蓝衣社，以及中华复兴社。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也知恩图报，向蒋表示决心效死，义无反顾。1938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戴笠任副局长。由此，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特务缓缓为自己拉开了帷幕。戴笠之所以令当时的国人闻之色变，与他职业生涯中干过的几件大事密切相关。1933年后，在戴笠策划下被刺杀的知名人物有张敬尧、杨幸佛、史量才和国民党元老唐绍仪等，其中令戴笠声名大振的还是斧头帮帮主王亚樵。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背后策划者
正是斧头帮主王亚樵。得知王亚樵还想继续刺杀蒋介石，戴笠用计将王亚樵约到广西梧州。王亚樵进门后，被事先埋伏的特务以石灰撒眼，随后枪杀。1938年初，戴笠诱捕山东主席韩复榘，押送至汉口军事法庭审判后立即枪决，并于同月毒死四川军阀刘湘。1939年，戴笠亲自到越南河内部署刺杀汪精卫。行动失败后，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就医时，被一位中日混血女仆投入慢性毒药，以致汪精卫引起并发症死亡。这名女仆正是戴笠安排的。历史上有种说法，蒋介石后期担心戴笠尾大不掉，于是才除掉了他。其实，看看戴笠为老蒋做过的事，就知道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实际上，戴笠忠于蒋介石，不只源自1921年杜月笙面前的那场邂逅。他对蒋的崇拜起点在1922年，听闻蒋介石在永丰舰上奋不顾身救下孙中山，便彻底成了老蒋的粉丝。之后追随中，又目睹众多军阀官员在老蒋的权术下被各个击破，这种对于个人能力和魅力的崇拜式忠诚、牢固程度，绝非简单的利益结盟可比。1933年，蔡廷锴宣布福建省独立，戴笠受命派人策反其手下将领，致蔡廷锴无奈下台后仓皇出国流亡。1936年7月，陈济棠与李宗仁发动两广事变，经戴笠提前部署，多名将领被策反，2个月内结束这场叛变。1934年6月13日，日本方面自导自演了外交官藏本英明失踪事件，试图借此出兵，被戴笠破获后颜面扫地。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戴笠陪着宋美龄前往解救，被张学良关押期间数次冒死与其谈判。反观当时老蒋很多亲信干将，危难之际都缩起了脖子。事后，戴笠不但不邀功，还自请处分，这反而使得蒋介石更加信任他。可以说，老蒋的半壁江山都离不开戴笠的努力。后来内战打响，正是戴笠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刻。蒋介石如在此时除掉这个忠心耿耿的手下，无疑犹如自断一臂，而且戴笠的地位也远远威胁不到他。由此可见，蒋介石想除掉戴笠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1934年6月13日，日本驻南京使馆谎称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准备对南京政府发难。这与3年后77事变谎称士兵失踪的伎俩如出一辙，只不过在戴笠查办下没有成功。戴笠组织人手调查，很快将躲在中山陵附近的藏本英明寻获，并突击审讯，留下证据，日本借故出兵的阴谋才没有得逞。1937年，抗战全国爆发，戴笠与杜月笙合作，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为忠义救国军，与日军正面对抗的同时，也承担起掩护正规军撤退的任务。在日军不断轰炸下，铁路不通，汽车也只能在夜间熄灯行驶，如此情况下，他却犯险如常。当时日军对他的悬赏金额远在对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之上。除了亲自参与除掉上面所述的韩复榘和汪精卫的行动，戴笠还在1940年策划了刺杀日本天皇表弟高月宝大作。此外，在淞沪抗战失败后，戴笠留在上海的军统站仍在保持活动，专门执行暗杀汉奸特务和日本人，以及一系列破坏活动，高峰期只是上海站成员就达上千人。因为这些人多接受过专业训练，一度令日军非常头疼。影视剧里，戴笠常被描述成冷血、翻脸不认人的形象，实际上只要有能力、被戴笠看中的人，他丝毫不吝惜赞美。很多能力突出的下属得到了他的赏识，并被破格提拔。混迹江湖多年的经历使戴笠看人很准，早期每个特工的招揽都要通过他亲自考核面试，再因材施用。比如来自江山县的江一英，简单对话后，戴笠就发现面前的女人具有男和女的双重性格，于是重点培养，最后江一英成为国民党唯一的女性少将。还有号称军统4大金刚的沈醉，戴笠初见他时，他还是18岁的孩子，但戴笠一眼看出他是个当特务的好材料，19岁就把他提拔为少校行动组长。沈醉杀的第一个人就是在戴笠指导下用一把淬毒的匕首完成的。
1949年，由于龙云投靠中共，沈醉在云南被共党抓获。此后10年中，不断被说服教育，写下几部回忆录。在书里痛骂很多国民党高官，但是他从来也不骂戴笠，而且恢复自由身后，每年都要去戴笠墓前祭拜。前段时间爆发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抓获吴石将军的古正文，也是戴笠一手培养。古正文原是林彪115师的侦察大队队长，被国民党抓获后，戴笠经过几小时的密谈，成功将其策反。古正文的叛变对当时中共在北平的活动打击很大，后来又策划喀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险些将周恩来炸死。篇幅有限，我们只例举几例，但戴笠识人用人的本领已可见一斑。这个话题其实挺无聊的，只要一个人没有自我标榜成道德模范，没有又当又立，拿财和色这2样东西来衡量一名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纯属欲加之罪。因为人一旦达到一定的地位，这2样东西就会如影随形，想躲也躲不开。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人物遭到清算时，只要拿财和色当罪证，基本无人幸免。关于戴笠的风流韵事，耳熟能详的就是他与电影明星蝴蝶之间的故事。这些内容主要出处是沈醉的几本书。蝴蝶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就跟丈夫潘有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打算长期定居。在此期间也没有完全息影，还拍了《胭脂泪》等几部影片。不料1941年香港也被日军占领，蝴蝶只有再次搬家，2年辗转后来到当时国军的根据地重庆。传闻早对蝴蝶垂涎3尺的戴笠仗着此时权势熏天，立即强占了蝴蝶，并把她软禁在戴笠公馆，同居了好几年。给蝴蝶的丈夫潘有生安排了一份军需官的肥差，知道云南，睁一眼闭一眼，任其走私。潘有生也因此发了一笔横财。经过查阅资料，多方考证，只能遗憾地告诉大家，以往我们听到的那些传闻可能多半是错误的。戴笠和蝴蝶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都被无形中放大并污化了。比如有传戴笠把蝴蝶软禁在位于如今重庆中山3路的戴笠公馆，一关就是好几年。实际上蝴蝶是1943年才到达重庆，期间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在外景地拍摄电影《建国之路》。这部电影最终没有完成拍摄，随外景队回重庆时已经是1944年秋天了，这样何来蝴蝶和戴笠同居几年之说？其次，传闻戴笠为讨蝴蝶欢心，不惜劳民伤财，花上万银元为她造了别墅。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沈醉的回忆录里，后来越传越广。可惜这只是孤证沈醉的一面之词，因为这样浩大的工程，至今在重庆也找不到，更没人记得哪里有这样一座建筑。佐证这个说法的有2点根据：一是戴笠心深似锦，行踪一向诡秘，沈醉书中对他的行程了如指掌，还知道戴笠做某事时的内心想法，这明显带有杜撰的意味。二是沈醉在书中谈到戴笠与蝴蝶同居，潘有生为了军需官的肥差甘戴绿帽子。这段原文在1980年沈醉再次出版《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时全都删去了。今天看来，极有可能是沈醉被特赦后，迫于自身所处形势，编写戴笠的黑材料以应付过关。沈醉在这方面也不是没前科，他说白杨的那些话，就令白杨在文革期间吃了很大的苦头。事实上，戴笠喜欢蝴蝶不假，前文也提过，他早在上海滩当混混的时候，蝴蝶就是他的梦中情人。只是戴笠应该很珍视自己心里这份感情，对蝴蝶表现的也比较尊重。虽然一直希望蝴蝶离开丈夫跟自己，但始终没有用强。蝴蝶身为一个弱女子，显然不敢直接回绝，而是始终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保自己和丈夫的周全。戴笠对她也从未死心。抗战结束后，蝴蝶和潘有生离开重庆去上海短暂居住，这也间接导致了戴笠的死亡。因为当天戴笠没有从青岛坐飞机直飞重庆，而是先大拐弯去了趟上海，其实就是找好友唐先敏，让他帮办蝴蝶和潘有生的离婚手续。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戴笠的死确实是一场谋杀，其因源自1945年
北平的肃监运动。抗战胜利后，北平肃监委员会主任、军统北平站长马汉三开始对日军占领期间的汉奸进行清算，手段狠辣，雷厉风行，搞得这些大款人人自危。有一个大商人金碧辉为了保命，用价值数千两黄金的财物贿赂马汉三。马汉三收到后，果然把他的名字从汉奸名单上划掉了。消息辗转传到戴笠耳中，他在1946年3月9日乘专机赶到北平，指明要看汉奸名单。找来找去，果然没有这个金碧辉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追问马汉三怎么回事。马汉三顿时吓傻了，这个金碧辉其实是个化名，真实身份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马汉三收了他的巨额财物，就钻当时政策的空子，试图将他遣返到日本。这笔财物里有一件稀世珍宝，是1928年孙殿英东陵盗墓时在乾隆棺木中获得的九龙宝剑。这把剑的曲折经历也颇有意思，本来孙殿英挖出来后就交给了马汉三，想委托他送给蒋介石，马汉三见财起意给私吞了。七七事变后，马汉三工作转为地下，被日军给抓了。他为了保命，把剑送给日军司令福田隆吉后才被放了出来。川岛芳子用美色博得福田隆吉的欢心后，福田隆吉一高兴就把宝剑送给他。结果现在川岛芳子为了保命又把剑拿出来了，马汉三也因此失而复得。被戴笠发现后，马汉三只得把没来得及逃跑的川岛芳子供了出来。戴笠亲自审问川岛芳子，把他送给马汉三的财物问得一清二楚，随即下令马汉三必须全部上交国库，不然就以贪污罪处死。马汉三一边求饶，一边把赃物全都交出来，还亲自把剑交给了戴笠。戴笠亲自试剑，果然锋利无比，遂口头答应先暂不追究，以观后效。马汉三显然明白，这一定是戴笠的拖延之计，因为当时在他的地头上，戴笠也忌惮他狗急跳墙马上翻脸，只怕戴笠此番一走，不久后不是问罪就是暗杀等着自己了。毕竟戴笠的手段他再清楚不过，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1946年3月16日，戴笠动身从北平飞往青岛，飞机编号222，此行目的是面见美军司令柯克上将后再继续飞往重庆。第二天一早，戴笠临时决定先前往上海，因为他的好朋友唐先明说蝴蝶和丈夫离婚的事有了眉目。本来预定12点准时起飞，不料戴笠再次改变行程，中午11点就到达了机场，11点10分左右就下令起飞。飞机飞至上海上空时，遇雷雨交加，无法安全降落，机组想改降杭州，天气条件仍不允许，遂决定前往南京降落。下午1点13分，飞机行至南京江宁县板桥镇时，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随后飞机坠至板桥镇以南一座不到200米高的小土山上，这座山名叫戴山。2天后，戴笠的部下到达现场，通过尸体的6颗金牙，才在一众难以辨认的尸体中认出戴笠，发现他残缺尸身的地点叫困雨沟。戴山和困雨沟这2处地点的名字为这场空难增加了很多神秘色彩，颇有些宿命论的味道。玄学的东西永远没有结论，所以我们今天只谈戴笠的死因和分析依据。坊间传闻最多的是马汉三安排自己的女秘书刘玉珠色诱戴笠，骗取信任后在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经多方考证，这个刘玉珠只是名字像女人，其实却是个男人，怎么色诱戴笠？而且戴笠必定会提防马汉三，怎会容许他身边的亲信接近自己？且出行前也一定会反复检查行李和潜在的危险。看事后现场的照片就能得到结论，飞机是撞击地面后解体的。如果机舱里有炸弹，飞机在空中爆炸解体后落地，一定是满地碎片，不会有许多这样大型的残骸集中存在。还有一种说法是马汉三收买了飞行员，这个基本没有可能，因为能给戴笠开飞机的人必定经历过反复考验不说，飞行员如果求死太简单了，也没必要在空中折返回南京路上才实施计划。其实从事后国产党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事件的大致来龙去脉。戴笠死后，
军统局抓捕了青岛站站长梁若杰，并对其严刑拷打。6月份，毛人凤亲自到北平逮捕马汉三和刘玉珠，并在9月以贪污的罪名为由枪决了2人。虽然没明指与戴笠之死有关，但前后参照就可以得出大致结论。梁若杰的青岛站归马汉三管辖，身为下属，马汉三的贪污他必定参与其中，极有可能通过他管辖的青岛私放过汉奸。马汉三一旦被戴笠清算，梁若杰也必然无幸，所以炸弹在北平起飞时并没在飞机上，而是梁若杰在青岛安放的。熟知军统作风的梁若杰知道随机行李会被反复检查，并没把定时炸弹安放在机舱内，而是安放在外置的引擎中，破坏了飞机的动力，所以爆炸后飞机没有在空中解体，落地残骸才相对完整。如按原定计划12点起飞，飞机应在山东和江苏交界处失事。此地当时有陈毅和粟裕的山东华中野战军活动，不但搜寻难度大，也可以推到共军身上，形成一笔糊涂账。只是戴笠提前将近1个小时起飞，破坏了这一计划。飞机越过了这个区域，进入国军势力范围后，因能见度问题降低了高度，撞击力度减小，调查人员才顺利发现了残骸中的炸弹碎片。戴笠一死，似乎除了蒋介石，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被安葬在南京，距离中山陵不远的紫金山上。国民党元老吴志辉亲手书写碑文。毛人凤显然意料到戴笠死后必会遭人鞭尸，将墓地修得格外牢固。放入棺木后，又用水泥和炭渣混合浇筑成一块整体，可是在国民党败走后的1951年，仍然没有避免被挖开的结局。戴笠的坟墓被挖开后，连同棺材一起被抛到墓前的池塘中。后经过修复，地面上的墓室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途中的台阶。而这块原本属于风水池的池塘，却成了他真正的埋骨之处。他的儿子戴藏仪，家族谱名戴善武，受父亲影响，对共党一直怀有敌意，也参与屠杀过很多共产党员。1949年试图逃往台湾，出发前夜的9月9日在老家江山县被捕，次年1月30日被江山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执行枪决。关于戴笠的评价，周恩来曾说，戴笠之死让革命提前10年成功。蒋介石说的却是，与农若不死，不致失大陆。有人说他是罪大恶极，残害了许多共党人士，也有人说他对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抹消的贡献。关于阵营与职责的问题，其实已经没有过多讨论的必要。有关部门后来对他的墓做了简单修整，并定性为不可移动文物，也能恍惚见到其中一些态度的改变。他毕竟不能与秦桧、汪精卫之流划等号，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在民族大义上始终保持了明确的原则和立场。只是当一个政权开始腐烂之时，任凭个人如何努力试图挽救，也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无情地碾得粉碎。